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开场大主题，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内政，政府现在关门进入2个月了，粮食券现在正式的已经要喊卡了，4200万名的美国人恐怕陷入在饥荒当中。而这一场风暴，大家一开始看本来以为是这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会陷入饥荒，但是现在这样的风暴已经快速的扩散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了，法院也紧急拨款，希望能够救得了这一些民众不要挨饿，但是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民怨现在是炸锅了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政府关门，确实现在从11月1号开始，4200万人就是粮食券会暂停发放了。法院很着急哦，这时候临时拨款，希望能够来做救急，但是真的能止血吗？还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式迈向全面崩溃呢？第二件事情是刚刚提到的，不只是底层人挨饿哦，风暴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了。美国社会走向阶级断裂跟中产阶级消失的临界点吗？第3个事情是，确实很多人挨饿，但是前1%的富人现在撑起了全美1半以上的消费能力，但是上千万人陷入在饥荒当中，美国繁华神话会不会破灭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政府关门引爆的粮食上面的危机。原本联邦政府补助的这个叫做营养补充的援助计划，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就正式的停发了。现在确实4200万人瞬间就没有口粮可以吃了。那么政府过去呢会补助这一些人，每月发放的这个成本金额大概是落在9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700亿，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一次川普直接停发，也就是每月不会有这些新的支出了。另外我们来看到75万名的这些公务人员已经停薪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他们靠着刷卡，甚至有人就是卖了家当来持续的维生。我们要来看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这是来自于民众怎么说，尤其现在面对的是拿不到食物券哦。53岁的美国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新西亚，卖掉了自己原本的2只 iPhone， 车子也被拖走了，现在只能靠咖啡奶昔度日。还有我们来看到，本来在纽约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叫 Flushing， 它这边街头上开始有了慈济的食物仓储，成为华人救命的一个家庭的救命线。但是现在一位妈妈苦笑说，米和蛋涨太凶了，又没有来自于政府的粮食补充，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另外是来自看到是60岁的这位比较弱势的哈蒙德老奶奶哦，她说呢自己因为伤残，本来是靠粮食券可以照顾她的3个孙儿，但是现在政府的补助临时喊卡了，她应该要怎么办呢？面对现在各种的民怨，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法院决定下令动用预备金来救急，但是仍然是救不了近火。也有一些餐厅推出了1美元的爱心餐，赶快来救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场红色警戒来自于高盛发布的最新消息，他说消费疲软现在已经蔓延，从比较这些低阶的这个平民哦，现在已经扩散到了中产阶级，尤其本来是消费很重要的主力之一，25到35岁的这些青年族群，他们的支出开始不断的锐减，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看到来自于穆迪的报告，全美10%最富有的群体，他们占全国1半以上的消费，而底层跟中产阶级现在消费正在紧缩当中。圣诞节原本家长是希望能够做庆祝的，甚至有学校提议说让小朋友去参加这个华府3天2夜的旅行，要价竟然6万台币，大约是2000美元左右。民众说啊，干脆不要去了，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也掀起了圣诞在家躺平潮。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政府关门2个月，再加上粮食券喊停，通膨压力现在也逐渐的变成饥饿现实哦，民众面对到的问题非常的大。那么2家的法院现在要下令临时拨款救急，能够止血吗？委员怎么看？美国整个社会是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新闻报道一定会稍微报得比较夸大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国民所得还是平均高达7万块美金，你不能够忽视它的基本国力。那有这些新闻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美国这个发放食物券，所谓的4200万人，它的起始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你穷，所以我才发食物券给你，或者不能把它推论为你如果没有食物券啊，你就活不下去。这两码子事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食物券产生？最早了，他们叫做负所得税，就是说，如果你低于这个某一个所得水准，我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福利计划，就是在国家很有钱的时候，当然推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一开始他们试行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庭哦，你钱给他，他的钱不会花在小孩子上面，不会给小孩子很好的营养。而是爸爸拿去喝酒，妈妈拿去赌博，他们一直这个问题很头痛，你知道？后来他们干脆这样好了，我就给你食物券，那你几个小孩，我给你多少食物券，用这个方式来确保小孩子的最基本的营养。那这个概念跟我们台湾的营养午餐的概念是一样，你不能说有营养午餐，表示台湾很多人很贫穷，或者取消营养午餐，别人有很多人很饥饿，这两码子事哈。那你说有没有非常贫穷的可以来做新闻报道？还是有，但不是那个4200万人。我先跟大家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不必要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哈。那你现在这个法院呢，所谓联邦地方法院裁定说，哎呀，这个联邦这种官员还是要处理啊等等。那这是法院的依法的立场，他认为就是说，你联邦这种官员是一件事情，你该发给大家食物券。那些人军队都可以上班，为什么军人不能上班？主要是在争论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哦，跟你联邦这种官员没有关系。那美国的中产阶级哈有没有在往下滑？有在往下滑，但是往下滑，它还是全世界少数最有钱的中产阶级。我们也不能。那当然他会很多抱怨啦，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是很吓人，但是借贷力也很强哦，所以他经常就是会买这个车子啊，然后这个房子啊等等都是靠贷款，所以会有一定的利息的压力等等。那所谓的1%的富人撑起全国消费的一半，我对这个事情是存疑的，因为1%的富人呢，他的总 GDP 对不起啊，撑起美国这么庞大的一半的消费，因为美国消费占 GDP 70%啊，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稍微夸大了一点哈，怎么算都不符合这个数字。那你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食物券造成那个法拉盛啦，有的发放这个食物品这个几乎全世界到处都如此啦，台湾也一样，有人送免费鸡蛋就一堆人排队送免费面包一堆人排队这不表示他们饥饿这两件事情，有人就这很热闹啊，这个慈善等等我们来参加一下也会有那这个当然，你跟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低收入家庭，当然会有比如说他这个田纳西州等等。但注意到美国有个特色，就是贫穷家庭的救济活动不是联邦政府的事，是州政府的事所以田纳西州它如果有联邦的食物券，这是联邦给的福利，不是州政府。州政府还有另外一套福利，可能各州不一样。那可能因为伤残所以他养这个可能还需要特别的补助。那刚好现在不发，联邦政府关门，不是不给你就是关门所以领不到，那就会有一些这个抱怨等等。这也是川普民调会下滑，但川普现在退给那是民主党的事，不是我的事那这个就吵没完了。是好，那这场风暴我们看到，其实刚刚说的持续蔓延到这个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很重要的消费主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的影响，小舰长又怎么看？我谈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识字率排名全球第7，数学能力排名第27，然后科学排名在第22名那但是呢，它还有3个现象。第一个，监狱服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全球最高。第二个，成年人相信天使存在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第三个，消费最多的预算在国防开支上面，这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就是美国。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是这样。我们认为的美国是最近1个月，道琼工业指数涨了804点，然后纳斯达克涨了944点。这个也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一直认为美国还是 M 型社会，其实美国已经不是了，美国是 L 型社会，也就是只有很有钱的那一群人，那他占了无论是收入或者是消费，那其他的通通一起躺平。那这一个 L， 而且这个 L 还长尾啊，这 L 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我们讲说啊，我刚刚讲的数据还不是最新的，也就是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识字率啊、数学或者是科学的排名，这个是2012年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叫做《新闻急先锋》，这一部那个美剧，它一开始它就是这样讲。时过13年了，美国的状况有变得更好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奉行了精英主义，他们一直都认为，反正精英是无法世袭的，都是要靠着自己打拼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当初讲哈佛，当初讲斯坦福，到底有多少学校的学生因为爸爸妈妈捐了很多钱，他可以进到这些学校去，而且还可以顺利毕业。这个也就是我们想一想啊，说大家以前认为就是僵固的 American Dream， 那美国梦真的是精英的所组成的吗？不是，而且偏偏是这个状态啊，反而大家要付出这个不平等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之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蒂格里斯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会滋养了极端主义。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的社会已经变成如此。刚刚小县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美国的 L 型社会，也请老师来带我们看，现在是不是呈现一个两极化？杨老师。美国人均 GDP 是85000美元哈，但是它没有什么最低薪资了。它因为我们台湾是算月薪嘛，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算以打工最低薪资多少？联邦有规定，这个还真的蛮低的，是7.25美元1个小时。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的州啊，那每个的州的规定又不一样，大概就是15块美元1个小时。像加州是16块，华盛顿州也是16块。然后呢，每个这个 county 哈，它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全美国最高的这个时薪啊是在哪里？在好莱坞，19.65美元。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个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其实你可以大概如果用15块来计算的话，可以得到台币7万块以上。如果说台币7万块以上扣掉税，因为又有地方不同，比如在纽约市，你要扣州税，你要扣这个市的税，你所有的消费，所以还会因为有地点的差异。比如说在中西部，它的税就比较低。然后呢，你的消费通常过去，因为还记不记得4月份川普打全球贸易战之前，大部分国外的商品进入到美国，几乎都是2%的税，或者是最高2.5%。中国大陆大概是23%。那所以呢，其实全世界的东西就到美国来。通常你在超级市场，因为我在美国住过4年的时间，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相较于其他国家真的是比较低一点啊，价格比较低，因为大量的这个消费，而且在美国的环境，其实除了在都市之外哈，你大部分的郊区那个都是比较开阔的，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会像一般我们在亚洲这些都市里面感觉这么拥挤。对。但是呢，他们的消费的习惯呢，通常就习惯于一些比较低价。今年的问题来了，就这几年呢，应该是说，那今年问题更严重，开始物价的不断的往上涨。不断往上涨的情况之下呢，中产阶级大概是年收入平均是10万美元，10万美元以台湾而言呢，都算是这个高收入了哈。对。可是呢，在美国现在10万美元可能在一般的生活哈，都可能要相当的拮据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买一个大麦克一套餐，大概是160块台币 ，Uber 再贵一点。那可是呢，到美国最便宜的是15块，贵的到18块甚至20几块，美金，那就是台湾的大概3倍这么高。所以它现在的物价使得很多人就是开始变成就是美式繁荣会怀疑，可是它又集中在少数人的这个财富上面，这是资本体系里面的这种情况。可是他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如果你工作
行业选对的话，你往往那个收入就会跳得很快。所以那个是一个靠个人竞争、靠个人能力，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它整个派非常大。所以你要说美国多么的贫困，其实真的还不至于。但是呢，跟以前相比，的的确确现在是辛苦太多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